青儿，听话，柳姨娘有了身孕，我也得过去看顾一二。裴云上，你这个渣男！沈心慈，学不会做妾，你就别出来了！姨娘，您闯了大祸了！系统，我不玩了，我打伤裴元上，波明寺那个女人肯定要弄死我，我要去空间里躲一躲。开启避险空间，积分可消耗3天。沈姨娘，你别想不开啊！魔主，你快去取几件素色外衣，帮我换上。身体被自称穿越者的邪祟毒噬3年，让我从将军府嫡女变成了侯府无媒无嫔的外室。眼下最重要的是，要阻止身体再次被夺走。走，去明德院。夫人已经睡下了，沈姨娘请回。墨主，对不住，连累你跟我在这受冻。姨娘从来不曾这么说话，姨娘一贯如此。周婆子，让她进来吧。罪妾沈氏，自知罪孽深重，特来向夫人请罪。这疯女人又怎么了？你倒说说，自己犯了何罪？罪妾罪责有3。其一，罔顾纲常，离经叛道，未带聘书便随世子入府；其二，不尊夫人，不敬主母，入府后行为乖张，骄横善妒，扰乱后宅清修；其三，狐媚世子，令其遭受家规之苦，更伤其发肤。此3项大罪，罪妾无从抵赖。姨娘这是嫌自己死得不够快。罪妾自请入清玄峰3清殿，为侯府祈福，偿还罪孽。留在府中不好动弹，那便如他所愿。3清殿可是皇家道观，便去烛光山的清玄观反省吧。这样寒冷的房屋如何居住？无妨，我们合睡一床就不冷了。3年前，清玄观了尘真人曾悲叹我或有一死劫，苏轾行大骂他是骗子，我便也抛之脑后。沈氏钦此，求见了尘真人。师父外出云游了，归期未定。2日后那穿越者就会回来，难道这是天要绝我？师父说，这1、2年，沈将军独女沈清慈或许会上山，命我将此物赠予。2位真人，救命的恩情，青瓷必定永世铭记。师父还说，人若不为形所累，眼前便是大罗天；若能寻得来时路，赤子依然混沌心。夜半无人，行迹鬼祟，你去哪儿了？1日未见，就迫不及待来找我了吗？屋里冷，妾身向玄魏坤道讨要炭火，不想迷了路。伤口还疼吗？不疼了，只是有点麻。不过是与我置气，何必如此糟践身体？南威弥瑟赶你来清玄观，你去找我，我自会为你做主。罪妾是自愿来清玄观的。胡闹！今日便随我回去吧。恳请世子爷回府。你赶我走！
清玄观简陋，何况柳姨娘刚怀孕，世子该去陪着她。青儿，后院投胎按规矩要过继给正妻，我才让柳姨娘替你生。系统，你看，原来果然是爱我的，他为我考虑的如此周到。我不走了。系统，快把控制权还给我，我要我的元狼。检测到高阶法则封印，需优先遵循土著法则。法则？什么法则？青儿，你怎么了？世子爷，夜黑风高，你还是请回吧。好，你就在这观中住着吧。元狼！系统，你快解释土著法则。土著法则是什么？怎么还是拿不回身体啊？非要等这个土著女说出禁忌词才行吗？必须要知道禁忌词是什么。墨主，你可有听见谁在说话？没有啊，可能是山间的风声吧。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他能听见我说话呢。看来这个穿越者的声音只有我能听见。姨娘，您这剑法比画本里的将军还要厉害。只是几个强身健体的招式，你想学吗？想。那就先从蹲马步开始。土著女，你不要练了，胳膊腿好酸好疼啊！疼吗？疼死你才好。这个土著怎么还不说出禁忌词？游戏进度又退回去了。原来你把我的人生当成一场逗弄男人的游戏，所以名誉人格你通通不在意，你只要裴元绍的爱。难怪把自己活成了不人不鬼的模样，还将我拖累至此。放开我！我要去找元朗。若不是芷晴提醒我们拦下你，你还想跟人私奔不成？温明寺凭什么嫁给裴元绍？我才是第一个跟裴元绍有肌肤之亲的人。钦此，温明寺的花轿已经进门了，此时去只能做妾。为妾怎么了？嫁进去我一定是裴元绍的宠妾。你不是一直期待嫁给谢云贵的孩子吗？为何会变成这样？我不要嫁给谢云贵，我跟裴元绍才是真爱，我们早就有了肌肤之亲。不知廉耻！我是真爱，有什么耻辱的？不被爱的才羞耻。一时犯错算不得什么。你听娘说，一群思想迂腐的老古董，懂什么爱情？今日你若踏出将军府的大门，便不再是我将军府的人。谁稀罕似的？裴元绍，你不是说要跟我一生一世一双人吗？青儿，逆子，你要毁了侯府声誉吗？父亲便是打死儿子，我也要把他留在后院。闹剧落幕了，裴元绍得了情深的虚名，温明瑟落了贤良的称赞，穿越者碎了宠妾的心愿，只有我沈家沦为全京城的笑柄。
后来穿越者控制我的力量，忽然有一瞬间的松懈，我夺回身体控制权，带着青鸾逃回家，却被堵在门口。小姐，我们快进去！大胆刁奴，来人，把小姐救出来，将这刁奴拖下去处置了。表姐，我被穿越者附身了，等我与父亲母亲讲明。你是怎么回事？如若让这人找到姑姑、姑父，你可就要被超度了。系统真不靠谱。求求你们，放了小姐！拖下去，打死！打死不太好吧？让人卖出去算了。2年前，你把青鸾卖到哪儿去了？大家钱都在暗格。少废话，青鸾在哪儿？我说，苏芷晴，他让我把青鸾卖到柳家村的屠户家当媳妇儿。哎呦！等苏芷晴发现忠犬偷了她的宝贝，这出戏才算精彩。系统，原女主太变态了，她在报复，快救救我！这就怕了。救命！谁来救救我们！拿布堵住你的伤口。西域人。去隔壁求援，报关时只说马匪内讧，莫提我。这傻子杀人不补刀！我不要死，我还要回家。10个积分，快换救命药！快！他竟有这种本事！姑娘，你可否知道柳家村？我外祖母家便在柳家村。仙女姐姐是有什么事吗？帮我找一个人，打探到消息后，就放在清玄观大槐树根下。我今日能路过救下你们，是我们有缘。今日之事若外传，药力必失效。不是吧？又来？到底让不让人休息啊？嘘，别动，清巡府的人来了。这声音还有尘土盖印，是些云怪。土中女，你怎么不反抗了？刚才杀人的痕迹呢？赶紧杀了他逃命呀！为什么哭？他待你不好，你受伤了？不是我的血，我来叫马吧，我得在天亮前赶回。清玄观，我知道。你怎么知道？高门大户的事传得很快，我也有所耳闻。他在边关竟也听说了我那几年的荒唐。谢云贵，那些马匪不是西域人，是北境人办的，我看过了，他们拇指有扳指印，指肚有拉弓的后茧。军巡府会查明。还有一件事想请你帮忙，青鸾2年前被卖到了柳家村屠户家，你能不能？青鸾，沈之行说他是随你出走，怎会被卖？2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说了，你也不会信的。快说，告诉他，你管他信不信？快触发监禁词啊！
我信，不论你说什么，我都信你。马留在后山，伪装成挣脱逃窜，观中人才不会起疑。这叫没受伤？我若真受了伤，哪还有力气站在这儿？钻进去换。我不看。谢银贵，谢谢你。不谢。大哥教的潜行步终于派上了用场。这位沈姨娘，又来彻夜跪拜了，倒是个痴情人。求天尊庇佑父母兄弟身体康健，得偿所愿。都当侍妾了，还惦记母家。小师傅，待我赠他一壶好茶。这土著女还挺心机，刷脸令人sợ呢。姨娘，这身衣服哪来的？昨夜出来被寒露湿了衣，翊坤道借我的。糟了，自小姐出嫁后，家里穿这种年轻样式的就只有表小姐一人了。把下人越围了，所有人哪都不准去。姑姑，你要替芷晴做主，芷晴不活了。芷晴，你不用怕，姑姑定会替你做主。西冠提在咽喉下3寸，他回来了，请医官扎醒。这人绑到我房里，我亲自审。有你知行哥哥帮忙，你这心就放到肚子里去吧。好。好痛！怎么回事？救命啊！是砒霜，有人在饭里下了毒。是谁想要我的性命？什么？砒霜？系统，救命！史蒂芬，快换救命药！快！果然是个脑袋空空的蠢货，这种把戏都看不穿。听说昨晚马匪闹得凶，全是自相残杀死的，真是天道轮回。天可怜见，军巡抚眼皮底下竟敢做出这种事。扮作西域人的北境马匪，难道是北境王想挑起大周与西域的争端？这世道怎能如此不太平？沈姨娘，滞留观中的贵人们要为遇害的农户举办祈福法会，特地请您过去。贵人可不会特意叫上侯府的气，这估计是找鸿门宴了。那个爱笑爱闹爱干净的青罗，居然被打断了手脚，绑在猪圈中。畜生！那屠户就是个畜生！你要干什么？疯子，快住手！青子，你想自尽？谢云贵，青鸾是不是真的被打断了手脚？你救他了吗？青子，冷静点。锁在院子里的那个女人不是青鸾。我审过那屠户，青鸾被买回去当晚就砸窗逃跑了。现在这个女人是他在城郊的田埂里打晕掳回来的。跑了，他凭自己的本事跑了。那女人如何了？救下送去医馆治疗了，但青鸾下落不知。那屠户还绑在我院中。能否让我亲自去审审那屠户？我来安排。这是墨雨，你想下山时吹3声短哨，他会带你去找我。谢谢你帮我。这话我听腻了。青子，刀剑要永远对着敌人，
你竟背着我家元郎出轨，完了！元郎要是知道，定会误会死。这穿越者好像忘了，他才是那个抢了别人身体，又毁了别人一生的混账东西。有蛇！这是竹叶青，有剧毒，我不能呼吸了！救命药！系统，快换药！我咋能好干多积分啊？这是绳子，那刚才是怎么回事？裴家的姨娘终于来了，真当自己金尊玉贵。瞧这身衣裳，看着跟我家丫鬟似的。不知礼数的贱婢，言无及实，给我跪下！1年多没见，这女人还是这么凶。青瓷迟到，自当领罚。但道法自然心念所致，几时便是几时。诸位，我因青瓷耽搁了为都城祈福的机缘。沈姨娘的话有理，清修道法应随缘，心念所至便是及时。沈姨娘，入座吧。马匪劫杀，为何散落得这么远？倒像是故意把事情闹大，这不对劲。此行一定要让这个贱婢死，不再打扰明色姐姐。姨娘，那是什么？搞条胳膊来陷害我，这文明玉有病！一会儿院内恐有不洁之景，还请诸位夫人进屋。宣平侯府的沈姨娘，待会儿若是吓得垂泪，本统领可担待不起，请回吧。回统领，我住在这院里，随统领一同探查，或许能更快查明案情。那便留在这儿，莫要坏了现场。沈姨娘可认得此人？不曾见过。赤脚李毅冻死在窗外，若是传出去，便是私通未果。温明玉这个杀人犯，脑子疯了，搞雪地杀人案啊！哎呀，死在谁院里就是谁有问题。统领，赶紧把这贱婢抓走，准没错。你们也上去认一下。不可能，怎么会是温子谦？温子谦？是表小姐带回来的护卫温子谦。子谦，不，子谦，你怎么会死在这儿？锦衣官，子谦不可能死，救救他！这是什么毛病啊？怎么还给自己杀的人哭上坟了？请韩王妃做主，沈经赐予我侍卫私通，又心狠手辣将其杀害，藏尸草垛。顾统领在此，自然不会让死人蒙冤。这么冷的天，犯不着为这点小事在外面耗着。顾统领把人绑下去就是。顾统领，定要将其缉拿，为我温家讨回公道。统领，此人非我所杀，我也从未见过此人。温二小姐所言，我不认。你这贱人，还敢狡辩！我这就撕烂你的嘴！姨娘小心！不知诸位口中所说的人证物证，指的是什么？人证就在草席里，至于物证，这柴火垛就是物证。我每日下午随坤道在偏殿洒扫，这柴火垛人人可碰，何以证明尸体是我藏的？沈姨娘院外有2个侍卫昼夜把守，我们一直在院前守着，从未离开。
既有侍卫守着，外人无法入院藏尸，所以只能是你在屋中杀人，趁夜深藏尸。二位大哥既然说从未离开，那我问问，我昨日下午是几时归来的？酉时初刻。前日呢？申时3刻吧。那大前日呢？我在殿中跪拜，归来极晚，二位想必也记得清清楚楚。记得。回来的很晚，太阳都快下山了。大前日殿中暂停打扫，沈姨娘未到申时便回院了。那会儿太阳离下山还早着呢。两位日日在血棚中饮酒，记不清我的进出时间，倒也正常。何空的酒罐子还堆在血棚里，统领一看便知。这裴元绍的宠爱倒是有意思，宠到所有人恨不得将他杀之而后快。去。好像确实是谁都能有机会进院藏尸啊！侍卫是酒蒙子，他半夜行动起来不就更方便了？想会情郎会情郎，想杀人杀人，这俩侍卫也不像是能看住门户的样子。既然侍卫靠不住，那便挨个院子问问，看谁在沈姨娘离院的时间里出过门。谢云贵曾评价她这位表姐最怕无聊，最爱热闹，唯恐天下不乱，还真是。顺便问问温家的护院，这叫温子谦的人是什么时候不见的？时间一对上，凶手不就一目了然了？不必那么麻烦，这院中就有沈清次是杀人凶手的铁证。县主，诸位请看，证据就在那里。这是一排男子的脚印，只有进来的，没有出去的。正是，这必是那护卫翻墙进屋，与这贱人苟合留下的。他有来无回，定是被这毒妇杀害在房中了。温二姑娘倒是聪慧，叫我刮目相看了。想留下一排只有进没有出的脚印，其实很简单。啊！沈姨娘有何吩咐？借您一位身高6尺的卫兵。这脚印似有极大不同。李副官的脚印轮廓清晰，可原先那一排竟是脚尖深、脚跟浅，边缘模糊，而且鞋跟处还有拖拽痕迹，像是在走小碎步。李副官的步间距要比另一排大了1半有余。哪有大男人夹着腿走小碎步的？沈姨娘，这是为何？请几位身高不同的小姐在雪地上走几步，便知答案。我明白了，身高不同，腿长和步子大小就不同。那串脚印分明是个矮个子穿了大鞋踩出来的。小脚穿大鞋，落脚重心不稳，难怪边缘会模糊拖拽。既然是矮子留下的，或许与本案无关。即便没脚印，他杀了人，藏在柴火垛里也一样可行。温二姑娘，你想好了再说，别张嘴就来。既然那侍卫没穿外衣，统领，请搜搜沈清慈的屋子，若能搜出死者的衣物鞋子，便能人赃并获。愿让顾统领搜屋，只为求一个清白。搜屋意味着什么？姨娘可想清楚了。顾统领，若你信得过我，便让我的婢女进去搜。夫人的贤名，谁人不知？有劳了。这下人赃并获了。若是我藏的，我会拆掉衣柜隔板，藏入夹层，绝不会放在一摸便着的床底外侧。你，反正东西就是在你床下搜出来的。上午诸位夫人在我屋中小坐，多次派婢女取探取屋。彼时我和墨竹皆在屋外，某些人正好趁乱将东西塞入床底，自然顾不上藏得深浅。我家姨娘每日下午都会大扫除，昨天清扫时床下还没这东西。沈姨娘，这你如何解释？温二小姐说这是铁证，可大家瞧，这包里是不是少了鞋子？尸体确实是赤脚，可那排脚印明明是靴子印。那靴子并非失踪了，而是就在那排脚印里。
之所以脚先深脚跟浅，是因为歹人将鞋面剪开豁口，反着穿在脚上往外走，以此营造有人入室的假象。原来如此，歹人冒雪翻墙想栽赃，却被柴火挡住推不开窗，逃走时雪停了，才急中生智反穿鞋子。没错，自从上次闹贼，我和姨娘便用粗柴挡死了窗户。脚印确实只到偏殿后门便消失了，看来凶手极其狡诈。这都是你的一面之词。揭露真凶身份的关键证据就在这尸体上。诸位请看，此人面色惨白，没有任何外伤，且腿上暗红色斑点沉积。经此推测，此人是在站立的情况下被活活冻死的，且已死了2天有余。2天？正是，尸斑沉积如此之重，足见死时之久。你是说，这尸体在我大周的道观门口，生生站了2天？我一直在想，2日未被发现的尸体，为何今早会露出手臂？因为歹人昨夜返回，不仅是为了嫁祸，更是为了拿走他手中足以证明真凶身份的证据。歹人想扒开尸体僵硬的手，却不小心弄露了手臂。李副官，撬开！真血，这东西怎么会在子谦手里？二小姐，奴婢劝过您，伤天害理的事做不得，事到如今，奴婢保不住您了。你胡说什么？我什么时候让你杀子谦了？顾统领，是二小姐策划了一切。她用奴籍契约威胁奴婢，说要为大小姐出口气，除掉勾引世子爷的沈姨娘。贱人，我打了你的嘴！一个奴婢哪敢自作主张，定是主子授意。没想到宣平侯府的赵夫人平日贤良，背地里竟教唆千妹杀人，当真恶毒。子期教得如此亲密，保不准他才是与那侍卫私通之人，怕东窗事发，才一时二娘。不是的，我没有私通，没有杀人。我信你。你为什么？私仇可私报，但公事只讲公道。沈姨娘，愿闻其详。其一，此人2天前便死在院中，说真是二小姐授意，春信何必等到昨晚才潜入？哎呀，是当值时间，婢女们要等到自己不当值的时候才能行动。是小姐让我晚些来的。其二，温子谦死时仅穿礼衣，若为嫁祸，留个活口攀污我更有用。而且大家想一想，男子什么时候才会不惜忍受被冻死的痛苦？也藏在柴垛后面，一动不动。怕是白日宣仪让人撞见了，这才慌忙跑了。前日下午，你不在我屋里当值，难道那个时候你在跟子谦鬼混？其三，昨夜我和墨竹异常困乏，定是晚饭被下了药。顾统领只需查查昨日谁进过厨房，便可知晓。我拿了衣服跑回去，可师傅拉着我说话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我要你为子谦偿命！带下去。你确实有趣，沈姨娘缜密聪慧，叫人敬佩。沈姨娘，县主有请。白雪皑皑，佳人独立。什么东西啊？雪是树上的积雪，被风吹过来了。行了行了，大家都小心点，树上积雪。县主正在小憩，怕姨娘饿了，请先用些膳食垫垫。好。你能不能不要每次都用这种方式出现？
这次力气大出许多，看来刚才那顿饭是真的吃饱了。秀色可餐，原谅你了。你一个有夫之妇，你调戏谁呢？我跟谢明香做了交易，借了他的院子，彩星是我的人，你不用担心。谢谢你帮我做这些。这畜生没敢报官，只敢自己去找。他把村子和邻村都翻遍了，没找到青鸾，线索断了。这一拳是替青鸾还你的。我把他绑上来，只是给你出气的，现在可否痛快了？又痛快又不痛快的。青鸾其实逃得没有那么快，这屠户没找到他，是因为邻村有户寡妇把他藏了起来。2年前，他被一寡妇救下，养好伤后便离开了。那人嘴很严，一直不肯细说。或许坦诚相待，才能唤出那人的真话。谢云贵，你帮我看顾好他，我要寻个机会亲自见见他。好，屠户这边，我会伪装成马匪入室，不会有人起疑。把这个给那个被挑断手脚筋的女子吃，若不见好，便再吃半颗。这颗你收好。万一遇险，输了重伤能保命。这药怎么这么熟悉？赎金，这算什么？对不起，我只是担心你。青鸾的事我会管到底，了结之后，你我前尘旧事一笔勾销。你走吧，我不要你的愧疚。看不出沈姨娘年纪不大，心事倒不少。风大迷了眼，让县主见笑了。说起来，本县主小时候还抱过你，不过当时手滑，让你脑袋着地摔了个大包。不怪县主，带我去的谢云贵才是罪魁祸首。好了，既然你精神头恢复了，就下去休整一番。宣平侯府的人正在等你呢。姨娘架子不小，老奴奉夫人之命来接您，竟是迟迟见不到人。周婆子是在责怪县主留我太久。老奴没有这个意思。那你还是慎言吧，说丢了侯府的体面，这事可就大了。沈姨娘才是，你抛头露面，惹出这样的祸事，还不收东西回府，回府替夫人发落。磨蹭什么呢？你这种人在外面多留一刻都是侯府的耻辱。看来是上午在别院发现男尸的事情被温明玉传回侯府。我的手会有脚，自己会走。看周婆子这个态度，温明色大概是只知道这件事的开端，不知其中真正的因果。你竟敢！走，回府。沈姨娘，听闻城门刚开，侯府就急着接你回去，世子爷定是挂念极了。沈姨娘，你这种身份卑贱之人，哪有资格跟官家小姐言语？还不快上车！祝愿姑娘新年顺遂。男子的筹码有千万，女子只能靠夫家。清白二字便是女子立于世间唯一的筹码。沈清慈已然抛弃了母家，再没了清白，她对裴元绍还有什么呢？鲍夫人，沈姨娘的马车已经到了后院，将人带过来，顺便去请世子爷。证据确凿吗？清玄观的人送来的消息，说军巡抚看在侯府面子上，暂且瞒下了。老奴遵夫人的命，将沈姨娘从清玄观中接回来了。元郎，你为何不亲自来接我？妾给世子爷、少夫人请安。说说吧，你在清玄观都做了什么？
猪蹄子，居然跟别的女人坐得那么近。穿越者脑子里装的什么？回世子爷，妾在清玄观，上午清修祈福，下午洒扫大殿，日日如此，不曾懈怠。好。世子爷，你人家到底要脸面？您当着这么多人问，沈姨娘自是不敢说的。我的妻儿变了，她以前鲜衣怒马，明艳似火，让我忍不住想将这团火握在手心，不让任何人看见。可现在那团火熄灭了，还不老实。老奴接亲时，京中贵女们皆对沈姨娘面露鄙夷，她大大的败坏了侯府的名声。你们有话要与我说吗？世子爷素来疼惜你，你只管说给世子爷，他会宽宥你的。原来如此，这场戏是为了扩大穿越者和裴元上的矛盾。按照穿越者的性格，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元朗，我在清玄关受了这么多日的苦，你不关心我，居然还质问我跟其他男人的关系。你这样对我，还说心里有我。放肆！主子面前哪有你吵闹的份儿，还不跪下？你又是个什么东西？元朗问我话，轮得到你这个老钱婆在这里插嘴？正愁没有理由把裴元少推远点，憋了这么久，今天就闹个痛快。主母面前敢如此造次，我今天就替世子爷和少夫人好好救救你规矩。元朗，你就允许一个下人这么欺负我？这就是你口口声声的爱我敬我？就是啊，你这个负心汉，你就是这么爱我的。这有你说话的份，还不滚下去领打！你问我是不是有话要说？你想问什么？问我院子里为什么会有男人？你说这些话，还懂半分礼义廉耻吗？裴元上，你不签契书，不问父母，就把我收到院子里的时候，你怎么不问我懂不懂礼义廉耻？你，他果然是个疯的，疯起来命都不要了。我为你抛弃母家，抛弃名誉清白，在后院当个人人鄙夷的贱妾，你呢？你说永不纳妾，永不与其他女人同房，你可遵守过一句诺言？大胆！凭你也敢质问我？普天之下，哪有男子为女子守节的？普天之下，也没有女子敢不顾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不明不白地住在男人后院里吧？如今看来，你不过是个背信弃义的懦夫。你后悔了？你后悔了又能如何？沈清赐你一个妾，生死都在我手心里。世子爷，我不是你的妾，没有奴妻，没有婚期，我是良命之士。我为我自己生，也只会为我自己死。我的生死从来都不在你手中。宁瑟，你明日便去将军府取了他的籍贯，我要他这辈子都在我后院为奴为妾。好，这两人曾经真的是亲密无间的情人吗？世子竟要将良民贬为奴，简直荒唐！大周女子不可独立门户，离开侯府必定要回将军府。在与苏芷晴对峙前，我需要把跟穿越者有关的事搞清楚。少夫人，青瓷今晚失礼至极，自请于梧桐院禁足，还请应允。准了，从今日起，沈姨娘禁足梧桐院，无故不可外出。谢少夫人。此番禁足，生死难料，你可去求少夫人另谋出路。姨娘，小姐，我陪着你，也护着你。好。墨雨，途中女人，其实你一直都能听到、看见我吧？
绝不能在这个时候被他夺走身体。沈清子，你可以，你能赢过裴元绍，也能赢过他。小姐，屋里的木炭只剩10天的量，今日送来的饭菜也是馊的。入夜后，我出门找些吧。别麻烦了，我这有吃的。土著女，我跟你做个交易，我换物资给你，你帮我把裴元绍的好感度刷到100。知道你不信我，我用行动证明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有人相助，快，趁热吃。哇，小姐太丰盛了！裴兄，清玄观的事查清楚了，沈姨娘牵扯其中，实属偶然。真凶是温家二小姐的婢女春信。沈姨娘才智过人，行事妥帖，连安和县主都对其称赞有加，亲自邀她饮茶，这可是天大的荣光。在外抛头露面，哗众取宠，简直不守妇道。裴兄，你这是打翻了醋坛。大周民风开放，女子见外男并非什么不守妇道，何况是侯府送她去的清玄观。顾兄，车途劳顿，公事繁忙，谢你青睐。是我侯府约束不严，日后我必亲自登门致歉。裴兄言重了，顾某职守所在，告辞。沈姑娘当真是所托非人呢。弟弟死了，我该怎么跟姨娘交代？他不是你弟弟，你哪来的姨娘？你只有一个母亲。当初外室以退为进，成为姨娘，将女儿温明玉抬做嫡女，换得儿子温子谦被秘密养在府中。如今那个麻烦死了正好。沈姨娘的籍贯可曾讨来了？本以为他知道真相，会因为愧疚于沈清慈重修旧好，还好世子爷是个烂好人。一个好字，真是定海神针。可惜我现在手头紧，没肉给你吃。吃。好鸟，经得住诱惑，不愧是我们沈家军的鹰。虽然能直接联系二哥解决，但谢云贵，我不愿与前尘划清界限，我想跟你牵扯不休。府中闹了鼠患，我们家夫人、公子和小姐昨日便去城外庄子过年。鼠患？2年前无聘无媒的纳了人家女儿，想来是终于良心发现，上门请罪去了。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，我是将军府，我也不给他们开门。籍贯还没拿回来，耽搁了这些天，你到底是怎么主持那些事务？是妾身无能。夫人，这是朝阳长公主府的帖子。朝阳长公主谢长明的府门关了3年，陛下亲设宴席都不见人。正月15举办登宴，居然邀请了沈姨娘。朝阳长公主是如何知道清儿明会的？是不是你搞的鬼？从清儿进府那日，你就容不下她。大婚当日被截胡，受尽全城羞辱，我凭什么容得下她？对外就说她病了，不能赴约。那是朝阳长公主，我们侯府得罪不起。杜甫，哼！不气不气，沈清慈那个疯女人还等着我教她朝阳长公主府规矩呢。我想回家。我攻略了3年，才70好感度。你骂他一顿，竟直接涨到了80。这样听起来，裴元绍好像挺欠骂的。穿越者似乎也不是自愿待在我的身体里的，是有什么力量让他无法离开吗？朝阳长公主谢长明为何会邀请我？她是谢云贵生母，莫不
是因为穿越者悔婚，这是什么鸿门宴？这种规矩和悟性，怎么总觉得这沈姨娘像换了个人？沈姨娘一直都是这样的。小姐，如果您不想待在这里，墨竹陪您逃跑。墨竹，你不用担心，我做毒药，既不是想害人，也不是想自尽。因为签婚书，我们能跑的。这世道是男子的天下，妇道夫道即是天。若我逃了，裴元上便能告到官府，强压着我签下契书。2年前我糊里糊涂成了裴元上的妾，如今要走，也必得走得光明正大。墨竹相信小姐，墨竹会一直跟着您，帮助您。那现在我就有一件事需要你帮我，只能帮，不许问缘由，只管照着念。你是谁？告诉我你的名字。你在问我，直接说呀。我叫什么？我的名字是什么来着？不对啊，我怎么会不记得自己的名字？明明就在嘴边。系统，我是谁？我叫什么名字？你告诉我啊！不要叫我宿主，我不叫宿主。解释一下，系统、回家和好感度分别是什么意思？我是从几千年后的未来来的，那里有电视、手机。系统是把我送到这来的东西，能发布任务。我的任务是让裴元上全心全意爱我，好感度达到100，我就能回家。原来如此，不过就算理解了他的行为，我也不会原谅他。墨竹，下个问题问完，不许回头看我，不要做任何思考，以后永远都不可以问。禁忌词都有什么？交换的条件是什么？反正现在交换不了。你要是答应帮我把裴元上的好感度刷到100，我就不抢你的身体了。好。这颜色艳俗，可小姐穿上倒像是一只行走的腊梅。谁家如此大的手笔，竟在醉仙楼大开流水席？听说是首富钱家得了天大的喜事，这才开席宴请全城百姓。钱家，莫不是那位宝小姐去回来了？前有醉仙楼开席，后有公主设宴，京都这个年过得好热闹。云贵儿3年未见清瘦了，过来让母亲瞧瞧。为何要让她来？我不把那丫头请来，你又怎肯露面让我看你一眼？城外的马匪是你指使的，为何要做这种事？大周西域北境3族鼎立太久，需要有人把水搅浑。朝中那帮懦夫不敢，我敢。我绝不会认可你这种视人命如草芥的手段。你想要那丫头吧？一道圣旨，我把她送给你如何？不许你动她。青瓷有自己的意志，她不是物件，谁也别想左右她。门口长龙已然惊艳，院中巧夺天工的灯笼竟还有这么多。朝阳长公主用龙灯，这是不是有些僭越了？嘘，御史台都不敢说什么，你可千万不要多嘴，小心脑袋不保。万两珍珠绣龙灯，这赏灯宴筹备至少半年有余。二哥，2年了，他的救济竟然还没养好吗？小姐，苏小姐怎么穿的和你以前一样？她不是喜欢飞粉丁香吗？她在学我，还是她喜欢的也从来都是这些，只是以前都是伪装。吓死我了！穿越者在害怕，苏芷晴身上到底藏着什么秘密？二哥哥，是青瓷，我们要不要去跟他说说话？没什么可说的。二哥不理我也好，这样他才更安全。嘿，沈姨娘，又见面了。沈姨娘好。走到后面去，不要丢人现眼。是我来寻姨娘说话，世子这样说，
莫不是觉得与我说话丢了宣平侯府的人？我只是约出家眷。世子爷，快回去，大家都在看呢。都传这宣平侯世子宠这位姨娘宠得厉害，瞧着也不是那么回事啊。可惜沈姨娘上次见她还是3年前的马球会，将军之女风姿绰约，如今没想到还有人记得我打马球的样子。有裴元绍这个夫君，丢人，太丢人了。京都刚封城半月，朝阳公主进行西域人表演，这是何意？而且传闻朝阳长公主跟西域……闭嘴！想死别拉上我们！幸好谢云归不在，不用像10年前那样承受这些异样的眼光。长公主到！龙纹，他竟然绣了龙纹在身。都起来吧。禁军、皇城司、军巡抚，京都3军的指挥使竟悉数到场，除了名门，尽是手握重兵之人。光喝酒怪无聊的。哎，空的，没写东西，不用跪。圣上体恤，赐我一道空圣旨，今日拿出来作为彩头，与诸位同乐一番。虽然10年前就有传闻说谢长明是个疯的，他疯成这样，这也算是疯子里面的翘楚了吧？这是房契田产，这是王侯爵位，而这是一道至高无上的旨意，财富、名誉、权力，全都在此，都算作今天的彩头。诸位可否尽兴呀？长公主豪爽，不愧为我大周的瑰宝。长公主天恩浩荡，臣等愿与殿下同喜同乐。很简单，文采、武略、智谋3项比赛全胜者，便可拿走所有彩头。是。一炷香内，人人皆可上前报名。10年前，王爷骂长公主秽乱皇室，我的云儿被设计为妾。若有那圣旨，我的云儿便能脱离苦海。是？怎么说？我一直在等的机会来了。不是说那顶冠冕、一座宅子、一卷空白的圣旨，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大好机会。一炷香内，人人皆可上前报名。小姐，你想去？去。去，拦住他。世子爷，且静待时机。啊！这，你要做什么？宣平侯府好胆色，前宅后院皆要报名，不愧为我大周开国功勋。世子爷，长公主面前切莫失了体统。那便请世子爷、夫人先行报名。只要我报上名，凭我的文才武略，定能得彩头，看他还如何翻起风浪。小姐，我也想报名。您教的武功，我学会了第一式，我想试试。墨竹，去报名。切，虽然这长公主有点吓人，但是这也太抽象了吧？这种热闹，怎能少了我秦云英？第1项比试，文试，在一炷香内，为今日之景写一句诗。母亲说，才学是混妹的小家子做派，要担主母重任，不可外露。可现在，我能为自己吟一句诗吗？为长公主写2句诗有何难？沈清次必被淘汰。土著女，你求求我吧，我这诗词库大的惊人，随便教你1句就能惊艳全场。我的诗是二哥所教，二哥笔下是他的沟壑，而我要勾勒自己的，此事无关输赢。
2年间，他反反复复说的诗，也就是那几十句，多半是贝尔哥的。现场做事，他只能闹笑话。府门向南开，龙灯往前望。这种文采也敢写诗，真是莽夫！勇气可嘉，前途无量，赏白银10两。难道这场游戏竟不只是他的一时兴起，是他光明正大收买人心的手腕？饮府中美食，进大洲瑰宝，写得有趣，赏1个、2个、3两个，登登漂亮。言语朴实，赏谁言冰心终寂寞，春来依旧笑云霄。宣平侯府温室，才疏学浅，殿下见笑。名讳，复名为温明瑟。好诗，不是夸我贤良端庄，而是夸我的诗，竟好像超过了过去19年的任何一句赞赏。华灯初上府门开，正月15动京都。文辞工整，世子爷好才学。庸俗，形神傲骨皆无，写的什么玩意儿？孤光指薄竹骨轻，敢以微芒破长夜。我记得你叫墨竹，以微光破长夜，好大的口气。回长公主，奴婢的小姐常常教奴婢要有志气。这丫头扯谎倒是一把好手，我何时教过她这个？那就瞧瞧，你家小姐能写出什么？醉看灯下影，笑谈杯中阵。宴席如沙场，推杯换盏皆是魔力。长公主，我勾勒的是你胸中的沟壑。我很喜欢你的诗。得公主谬赞，青丝不胜惶恐。他从哪儿抄来的这种句子？奇耻大辱！落子难回首，浮生梦语迟。沈二公子，何事烦忧？只是一句感慨罢了，长公主不必在意。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天哪，他要1300首！你快去问他知不知道手机、电脑、海底捞。顾长风，他也是穿越者。找机会试探他。此关名唤夺灵，一刻钟能夺得惊雷手中铃铛者胜。这样的比试实在不适合内战女子，你回去。第1场，宣平侯世子裴元绍。哪怕为了侯府颜面，我也必须赢下彩头。看招！世子爷威风，先发制人，好胆识。我原以为世子刚才的脸色已经够黑了，怎么还能更黑呀？大概下限比较低，还能再突破。我家元郎本也是金樽玉贵的，不擅长这种把式也正常吧。这侍卫竟然真的敢对侯府世子下重手！行了！只会躲的废物，放水了。劝你放弃，自然仅次于我，你赢不了。我怎么觉得那侍卫比元郎厉害得多呢？宣平侯世子夫人温氏，我是温家嫡女，是侯府少夫人。若像裴元绍那样狼狈争抢，我这辈子还有何体面？世子夫人未能通过武试，没给侯府抹黑。承让。围绕。我知你的规矩，下次再好好打一场。沈金子，让我看看你的本事。好，
他怎么不动？这是要放弃了？那个在侯府发疯的劲儿呢？快动啊！别在这时候认输。承让，我赢了。好计策！秦姑娘好功夫，沈姑娘好谋略。到底是沈将军的女儿，不减当年马球场风采。回去后，我必将你锁死在梧桐院，这辈子也休想再踏出半步。对啊，若是硬的比不过，我们还可以靠谋略。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，是累了吗？只是觉得今次有些不一样了。他不是一直都这样狡诈，善于伪装。下一个，墨竹。小姐，墨竹绝不给你丢人。墨竹未能通过武试。等你练练，我们再比。很棒，打得很漂亮。我下次一定要赢，绝不给小姐丢人。锋利又忠心，真是个好孩子。沈二公子这套障眼之术神乎其技，在下输了。恭喜将军府沈二公子顺利通过武试。惊雷分明是放水，放河放大海，哪来的障眼法？不过公主府的侍卫能这么配合，这场比试果然是有备而来。武士20进10，最终举比棋艺。完了，下棋我真不行。这局棋你可输定了。原来如此，惊雷之前放裴元绍通过武试，是为了把他留给我，亲手终结。青儿，我记得你以前只会耍了一下五子棋。世子爷，今天是比赛。现在认输，我既往不咎。只当你那天说的是疯话，我会如以前一样待你。怎么，怕输？提前求饶？沈青瓷，你不是答应帮我攻略元朗吗？这态度不对吧？你输定了。攻略，我的攻略方式我自己决定。